1+9 Pro 一台近期比较热门的机型。如今手机的工业设计越来越趋同，基本上也就是从后摄区域能看出每台手机的区别。那你们觉得1+9 Pro 这台手机后摄区域设计的漂亮吗？你们可以在这里投个票。如果你觉得它挺漂亮的，可以打1；如果觉得不漂亮，可以打2；如果觉得无所谓，还行凑合的，这些选项都可以打3。1+9 Pro 这台手机呢有2大特点，一个就是跟哈苏的联名，还有就是大清王了。当然作为聊影像的节目，我们肯定会把重点放在前面，它跟哈苏的联名上面。之前呢，传统相机品牌还有光学品牌，比如说蔡司啊、徕卡呀，都已经跟手机厂商有过合作了。是不是留给其他手机厂商的相机品牌已经不多了？还有几个，比如说禄来呀、仙娜呀、菲斯啊、马米亚呀，应该还有个海鸥吧？哦，海鸥。但是，哎呀，海鸥够呛吧？不是还有佳能、尼康之类的？对，那还真是，还有什么奥林帕斯之类的。对。那闲话少说吧，我们还是来看看这台手机的影像表现怎么样。欢迎观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长张。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你和我们一样期待这期节目的话，记得先点一个赞再看哦，还要记得关注我们，支持我们。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它的精选样片，之后我们一个一个镜头好好来看看它的光学能力怎么样。1+9 Pro 这台手机肯定是主打拍摄影像的手机，它高调地宣传了和传统相机品牌哈苏的合作，并且很开心地吹了一波哈苏是第一台登月的相机。但是哈苏是做相机的厂商，它不是做镜头的，它不是玩光学的。可是你说跟蔡司合作的 vivo 怎么就没想起来第一台登月的哈苏相机配的是蔡司镜头这事儿呢？哎，我都替 vivo 着急。行，咱还是说回1+9 Pro 吧。这台手机后摄配的是3颗干活的镜头，有一颗凑数的200万的黑白什么这那镜头，最上面是超广角镜头，下边是主摄，最下边的右方是3倍中焦镜头，最下边的左方那颗就是凑数镜头。3颗镜头在切换的时候有缩放效果，据说这个在拍摄视频的时候有帮助。但是你们记在心中的那些美丽的视频镜头，有几个是靠缩放来表现的呢？成嘞，那下边咱们就一颗一颗的镜头讲讲它们在成像、在光学上的表现怎么样。先看主摄，主摄的参数都列在这里了。需要说明的是，它采用的不是一颗超大底的感光器，相较于现在友商旗舰主摄的感光器，体积稍微小一些。还有就是所有镜头拍摄的照片，在照片信息中都不写等效焦距，这点不好。来，上样片放大中心跟边角看画质，中心的画质还是不错的，但是锐化痕迹有点重。边角画质稍有下降。再换一组样片，这回放大的是中心跟边缘画质，不是边角的可以看出画面的锐化痕迹还是有点重，相较于边角画质，边缘的画质还是不错的没有什么下降。再看主摄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对比从第一眼观感上看，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的色彩亮度、宽容度方面没什么大区别，这点挺好。放大看细节发现高清模式的锐化痕迹就不明显了。而且细节确实比普通模式强很多，但是高清模式跟其他手机比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拍摄过程很慢，就像在拍夜景。按下快门之后要等几秒才能成像，要等快门处的转圈圈转完之后才能预览。再看超广角镜头，这颗超广角使用的感光器跟主摄就不一样了，它相比于其他手机超广角使用的感光器就大一些了。同样要批评照片信息中不写等效焦距这事儿。直接放样片，放大中心跟边角看细节，中心画质还不错，一样是锐化痕迹比较重，边角画质不但有下降，而且还出现了紫边。算了，我有好生之德，别一棒子打死他，再换一个不容易出现紫边的边角画质看一下虽然说边角画质确实有所下降但是在超广角镜头中，它下降的程度已经算不错的了也就是说，这颗超广角除了容易出现紫边以外，其他的画质还不错。
再换一组超广角样片，这回放大中心跟边缘啊，不是边角。中心画质依旧不错啊，依旧有锐化痕迹，边缘画质比较不错。再看超广角镜头的高清模式，同样在色彩上跟普通模式区别不大。放大画面看细节，确实是高清模式更清楚一些。再看中焦镜头，这颗镜头采纳感光器比较小啊，所以厂商觉得不露脸，他就不告诉你了。参数都列在这里了啊，继续批评不写等效焦距这事儿。这颗镜头的对焦速度还行，就是偶尔会出现拉风箱的情况，但几率不大啊。就算偶尔出现对不上焦的情况，第二次也能成功合焦啊。总体体验就算可以吧。由于长焦镜头拍的多半都是突出主体的内容，再加上我确实没发现边角画质下降明显问题啊，所以这里我就不放大中心边角对比了，直接说使用体验。日常使用中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颜色啊色彩都不错。虽然说像素800万不高啊，但是好照片从来也不论像素高低啊，可以说这颗中长焦镜头算是一颗比较好的干活镜头。前置镜头自然是交给长长来给大家介绍。1+9 Pro 前置摄像头1600万像素，默认输出1600万像素照片，光圈 f2.4。它的照片模式和人像模式的自拍，在我看来没有太大的区别。人像模式会自动开启大光圈，但也都是算出来的。它两个模式里都可以调美颜，但是只有1级、2级、3级这种选项，其他什么都没有。不过其实日常使用的话，还是挺自然，差不多够用的。毕竟我们想好好自拍都会用美颜相机嘛。然后有一个小建议哦，就是大家在用人像模式拍照的时候，等对焦2秒钟，然后再去拍，给算法2秒钟的时间，这样边尖角角会更自然。1+9 Pro 的人像模式还算好用，成像方面没问题，肤色女孩应该也很喜欢。虽然拍照界面有2个焦段可以选择，但都是用主摄来拍摄的。3.3倍的镜头不能在人像模式中使用，抠图失误的情况也稍微多一些。人像模式总体来说还算好用的啊，只要把少部分拍的不好的照片、抠图失误的照片删掉就可以了，女孩不会对你拍摄有什么意见。再看夜景模式，夜景模式分直出拍摄跟真正的夜景模式，咱们先看直出的表现。1+9 Pro 这台手机的超广角在城市的夜景环境啊，超广角直出跟主摄直出都不错，但是超广角还是没有主摄好，毕竟主摄的光圈大，底也大啊。但是主摄在某些角度会出现这种眩光。不是所有角度，但是是有几率的。到了极暗环境，超广角跟主摄在直出上差距更加明显，两颗镜头的成像也会变慢，相当于一个小夜景模式。摁下快门之后要等一会儿。夜景模式下，两颗镜头的成像亮度都再度提升，这是极暗环境啊，当时非常暗，主摄拍出来非常亮，就是有点太亮了。细节跟颜色上依然是主摄比超广角强。拍照软件方面比较单一，我就不多说了，直接看录像的表现怎么样啊？前面各镜头的光学能力大家都已经了解了，那么现在咱们来看看录像方面的表现。这方面我们直接放在录像防抖方面，因为这方面是录像时候体验最关键的一点。现在是主摄的防抖表现啊，可以说画面还是比较稳的。现在是超广角的走路防抖表现，可能是没有光学防抖的原因吧，它是电子防抖，所以画面的果冻效应比主摄稍微多一些啊，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挺稳的。看完了白天的防抖效果，再看夜晚的，现在还是主摄的，果冻效应啊、抖动啊就比白天差一些了。再看超广角的夜晚防抖效果，无论是果冻效应还是抖动啊，又比主摄差了一些。这两颗镜头都是白天明显比夜晚好，尤其是果冻效应跟防抖这块。但是在城市灯光的环境中，夜晚录像还是不错的啊，只要别像我走得这么快，静止拍没问题。到了真正漆黑的地方，主摄录像还是可以拍出点影的。但是要是有女流氓跟这儿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清楚她的长相。我来回走了好几趟，她也不来。前面大家都应该对她的工业设计投过票了，我个人认为它的工业设计还是比较好看的，而且属于越看越好看那种。黑色的机身比较高雅，而且耐指纹。机身厚度是 8.7 毫米，不算很薄，但是也不厚。加上弧形的边框和197克的重量，拿在手里手感还是不错的。后摄区的凸起在如今的手机中算是比较低的了，毕竟马上有一台后摄区凸起非常高的手机。
在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买着，如果能买着，就给大家整2期节目。性能方面的组合是骁龙888加 LPDDR5 内存 UFS 3.1 的速度，反正这些配置给我都够用，只要能拍照就行。之前我们就说过，性能啊、跑分啊、发热、续航啊，这些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所以我们就一带而过了。但是发现了问题，我们还是要说的。1加9 Pro 在拍摄过程中居然出现了手机过热不能拍摄的情况，频道是暗的，手机温度过高，再无法进行拍摄。哇，晒热了可还行，我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竖版照片拍摄完成之后，系统不能把它转过来，在相册里很多照片都是横着的、躺着的。总结一下，1加9 Pro 这台手机有着还算不错的拍摄硬件，主摄和超广角在成像上都属于不错的水平，只是成像锐化痕迹明显，超广角有紫边的现象。3倍镜头在成像质量加使用体验的综合感受上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整体后摄体验可以称之为水桶机的表现。虽然和哈苏合作，但是无论是色彩算法还是后期滤镜都没有看到哈苏的身影，希望后期软件升级加入些新东西，毕竟现在1加9 Pro 在拍摄软件上还是比较单薄的。那看完上面的内容呢，我相信你们应该对1加9 Pro 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表现心里比较清楚了。希望我们的节目对你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一个赞，点一个收藏，点一个关注，多多鼓励我们继续输出更优质的内容回馈大家。没错，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